来，魔方放大版的混天豹终于来到了第3款的洗衣机。这回的配色跟之前的有所不同啊，看起来会偏深蓝一点，而且前边的这里会有一些迷彩的涂装，整个的塑料材质光泽感还不错吧？因为更换了 ABS 的材质啊，所以这个亮面的效果很好。全身的这些密缝线对的都是很准的，唯一是啥呢？中间这一块被泡的这个缝隙。样板的这个稍微有一点大，看大货的时候这个地方能不能调整吧？你看，应该理想的状态是这样啊，但现在有一点炸边儿。尾部这里做了车尾灯的刻画，前方这里加了2个前大灯的小盖子，原先这个地方是空的，小比例的时候可能因为没有这么点的零件去收纳空间了。轮子、轮毂都有涂装，塑料的轮胎，变形到位的话，10个轮子推车滚动还是很丝滑的。放大版配 MP 的比例，全车长度在33.5公分左右。那我们也是直接来开始变形吧。首先第一步，先把中间这一块的盖子打开，左右这里有咬扣，这里是燕尾锁，上边这里的插扣打松，然后把这一块的带有燕尾锁的小面板折叠回去。接着我们现在拆开整个的背泡，中间的扣子左右拉开。泡管给它缩短，这一次的这个泡管啊，反正这个样板目前看起来不是很紧，拉出来的时候吧，很容易回落回去啊。拉出来旋转个半圈，90度就稍微紧一些了。接着我们把2个都倒向一边，顺着下方这里拆开膝盖的这块板子，在中段的上方面板这里，这回加了一个燕尾锁，注意它是有方向的。先卸这面，把它拉开，然后把中间的这一块燕尾锁的面板180度叠到里边去。侧面这里挡肉的小条双关节折起来 ，Z 字折叠一下。这里边有一个挺关键的地方，注意看膝盖和胯部的变形。在车型状态下，小比例的时候，我见有很多玩家就反馈嘛，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后边不齐啊？其实是因为膝盖这里的双关节要往上顶一下，错一下位置，然后胯部这里啊，要把这个前裙甲折进去一点关节，让整个的后腿往上提一档，这个样子你的轮子才能平行。所以这2点是在变成车型下需要注意的地方。此时我们就可以把双腿中间的卡扣打开。翻到底盘，我们来看腿部的变形。这一块旋转90度立上来，下方这块板子先不要盖上啊，先打开小腿肚内侧这里的双关节拉松，然后前腿板往下顶，侧面的腿板再拉松，脚踝顺着里边双关节卡出来，在脚底下方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位，把这里扣上，脚后跟拉下来。接着第一块先和这个侧面带轮子的板子双关节往上滑动，然后前方的这块第1层的面板这个位置先落下来，搭住侧面的扣子。接着是侧面的小腿肚里边的这块板，双关节提上去，把这些卡扣都插上。最后小腿肚子后边的这块板再放下来，这里是燕尾锁以及侧面这里的卡都结合。这个时候再去把前边的小腿正面的板子锁下来，膝盖双关节往回搓，这里边是齿轮的关节，所以这个小腿是有一些先后的顺序的，一层一层的包下来，一层搭一层的锁扣。侧裙甲打开，胯部这里边我们顶一下，把前裙甲带有假车灯的这个位置拼合好，这边放下来，也相当于再次把这一块锁住了。反正记得关键一点啊，在人行状态下，膝盖是要双段关节搓一下，挪到中间的。车型是往下搓，裙甲在车型状态下是折叠起来的，人行拼齐。那下巴盘我们就搞定了，通过这个关节旋转180度，放在这儿备用。来看车头的变形，先把保险杠的这一圈稍微的往出拉一下，往前翻转90度，左右2个新加的车灯折叠收纳进去，然后侧面这里的车门顺着这一块卡扣打开，
这块位置在变车型的时候很不容易注意到啊。哎，记得把这个边儿折进去，上面的车窗翻下来。这个时候只要打开90度就好了啊，折叠不到后面。原因是我们需要翻下来90度，如果你直接折到后面，这一块的边缘会卡到。往下翻折90度以后，轮子对折，旋转到上方，腾出来空间，把肚子里边这2片盖板掏出来，再往里旋转，拼齐。侧面的车门，这个时候根部这里是一个双关节，尽量的往后搓，拉下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倒梯形，斜着的。这个时候再往下放，放下来的时候注意这里边有2个卡位的点，以及这些扣子和肚子的板子中间这里凹槽的缝隙都对齐了，把它插进去。好，这里边的暗扣尽量要找准啊，不然的话，侧面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对应这块面板，我们把它贴过来，锁住。这个时候再把整个的顶盖这一块和手臂这个位置的卡扣卸开，往后翻折，边缘这个地方的倒角会稍微有一些卡，翻到后边来，这一块折叠 Z 字，再旋转贴上来，车顶子就完全收纳了。现在这一块锁的不是很稳定啊，它只是扣子进行一个定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这背泡折上来。对折的时候注意这里边的多段连接轴，我们只把第1段折起来，一个 Z 字贴合，夹住它，把中间的卡扣先锁上，然后揪着炮管打开侧面这边，往上挂背包。挂上来之后，背包这里的2个钩子会刚刚好顶在这个凹槽里边，然后再用侧面的这一片板子收回来，锁上这个挂钩，就进行了一个背包的2次锁定。那么现在这个背包就锁得很结实了啊，非常的稳了，把这些东西都夹在了身体的里边。侧面这里又新加了2个小的板子，在腰部这里的一个挡肉。身体变完，腰部 Z 字折叠回归。上半身手臂的变形跟原先是差不多的啊，双关节折叠旋转下来。手掌这回是一个摊开的造型啊，因为这一回做成了大比例嘛，全指可动手。好，翻折过来，然后打开这块带有绿色涂装的盖板下方插扣，旋转180度，把这个假轮子让到这边来。中间的这个真轮子呢，折叠90度，藏到这个空间里去，并且这一次多加了一个盖板。这片是尼龙的材质了，因为很薄嘛，为了它的坚固度贴过来。哎，这回手臂就隐藏得更好了。接着从手肘的位置旋转180度调整。那么这款放大版的袭击人形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其实难度并不高啊，身上有很多的片状的变形，但是这个叠纸箱子似乎看起来还挺合理的，把车头大部分的零件都藏到了身体里边，腿部这一块的零件收纳也是在小腿的这一块空间里边利用的特别好，所以其实说起来，魔方混天豹每一个单体成员设计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人形还是载具形态都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还原度，再有把身上的一个美型的效果修正出来。这一回放大的版本又增加了很多填补之前空洞和露怯地方的一些盖板，所以让这款袭击的人形会更加的完美，而且整体的一个材质更换了以后啊，不会发那种尼龙乌突突的颜色，反而这种 ABS 的表面处理会更加的光滑润泽。360度来旋转一下，后边这里原先小臂后边这里露着半个轮子的地方也加了盖板给你堵起来，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侧面这里腰部这里新加的一个小盖板，也能让这一块腰部填得更加丰满，非常漂亮的一款人形。整个变完之后，到头顶的高度在24公分左右，但是相对来说，能保证这么好的人形和载具形态，它的变形步骤其实一点都不复杂。目前有点不太好的是啥？这个炮管子显得有一点松。
头雕的造型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小比例的那款头雕做的就很好看啊，非常的不错。大比例这放大了，所以雕琢的会更加细致一些啊，曲线弧度也更好。肩膀360度旋转没有问题，胳膊这里变形的需要是2段关节，下边是一个轴，上边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声音还挺好听的。二头肌这里不能旋转，它是从手肘位置360度，胳膊肘屈臂1段关节也能折135度左右。手这回换成了全指可动，手腕可以旋转，并且在这个位置还做了一个开合的折叠。头部360度旋转。有独立的脖子，但脖子的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模仿祖传的 Z 字弯腰，弯折的幅度很大，但是后边这里会缺肉。左右旋转，这回里边也换成了齿轮关节，而且这一回的胯部是有后裙甲的，所以前踢它可以踢到这么高，后踢也完全不会影响。侧踢这些关节都是齿轮的，但是相对来说，胯部的齿轮关节就没有那么的清脆声音了。左右旋转有一定的范围，膝盖这里是双段关节的齿轮，屈腿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可以叠过来，但是膝盖这里也会发现明显的脱肉。脚踝有整脚的左右接地。那我们也是把它变成合体形态。其实这款的合体形态相比小比例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首先，我们把拳头团起来，记得在变形的第一步，先把手腕旋转个180度，调到这一侧来。接着打开这个盖板，继续翻转扣合到另一边。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拆背包，背包要拆2层。第一层打开这边的扣子，接着拖出这2个挂钩，把背包这块松脱开。第二步，拆开中间的扣子。把里边的这个双关节拉到最长，还要打开这一块的盖板，整个的背包麂片完全的拆开，因为这一回在背包的里边又加了一层盖板，来增加一个背包的宽度，让它整个包裹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粗细的2个炮管换一个方向，然后2条手臂。双关节折到头顶去，立起来之后，通过这一块的伸缩，这里边拉出来这个双关节，从尖头里边拉出双段关节，把它完全延展成直条的时候，往下折90度，放过来，然后从上方这里看，再把这个双关节往回窝，折叠到这个方向。原先小比例中间这里其实是有插扣互相连接的，大比例可能为了保证人形的这个一体性美观度，把这些卡扣取消掉了。然后小臂旋转个180度，把带有轮子的这一侧让到外面来。在小比例变形的时候，你直接从手腕这儿就可以弯折90度了。但是大比例版本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挺大的缝隙，问题出在哪儿呢？它这回给里边又设计了一个关节。所以理论上手肘的位置是有2段关节的，但这个位置其实只是合体的需要。这回你的小臂才可以完整的贴合到背包上。这个时候拨一下下方的双段关节，我们把它调整好，开始锁第一层的背包。在侧面这里有一个窟窿，是挂这个钩子的。调整它的位置，另外就是调整这一块双段关节，让这个拳头，刚才我们旋转180度已经把它居中了，让到一侧来，把它先挂上。然后注意看，在小臂后边这里有一个窟窿，这里会有一个扣子，把这2处结合到位，这样贴合起来。先挂左半个，因为这里边有2个燕尾的锁扣。再把右侧同时挂上来，锁中间的扣子和这里边的燕尾插槽，把它全部结合住，上方这里的燕尾扣结合起来。那现在背包比起小比例的版本来说就加宽了，而且加了一个盖子啊，让中间这里进行了一个2次的锁定，也填补了背包中间颜色的不同的一个空洞处。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板子，我们把这个地方90度往里折叠。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这一块板子刚刚好是落进去的，把
这里整理一下贴合，然后腰部往下拉一点点，旋转180度，贴上去。侧面的裙甲打开，大胯的位置旋转180度。把腿部反着提上来，然后开始拆腿，也是按照我们那个逆向的顺序，先拆前腿板，再拆后腿板，接着再拆侧面这里的小腿内侧的板子，把它都打松，全部拆开。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把脚尖收进去，收到车型状态下。这个时候脚底这里出现一个插扣，跟这块板子进行结合，这里夹住，哎，再回归。好，理论上就是把这个脚尖收回去啊，脚跟这里立起来，然后顺着大腿侧面这儿往长拉，这里边有一个滑槽，拉开下方的扣子，90度往上贴，折起来。这里有2处结合位点，一个是这里的扣子和肩膀头上方的结合，后边的脚后跟滑进这个滑槽里去，再用这一块带泡的背包锁定，把这个脚后跟锁在这里边。两边同样的方式把腿部锁定之后，我们把这个泡管子拉出来。好，袭击的合体模式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啊，就感觉变了个声波呀。理论上来说啊，我感觉这一回大比例的版本反而没有小比例版本锁的那么结实啊，因为小比例版本身上的扣子会比这一款大比例的合体形态要多出来一些，所以小比例环环相扣的锁定下，而且尺寸很小嘛，就会显得更加的一体性强啊。大比例的这个扣子有所减少，也是为了保证人形状态下暴露的扣子不是太多。不过好在是啥呢？这一款的合体模式是很作弊的大裤衩，就整个的袭击是装在身体里边的，所以也不太需要它起到什么支撑的力度啊。袭击单体的脑袋也无所谓啊，你想转转，这个东西毕竟是装在里边的，完全挡到了，几乎看不到。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吧，魔方的混天豹这5个单独的成员，如果他们是战车队5个小队成员，单体的素质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论从动画的还原度，还有2形态的兼顾效果，以及身上各方面的细节点缀来说，尤其放大版本照顾到更多的细节，让整体的人形整个各种角度方向来看的话，完成度都是相当高的。该堵的窟窿都给你堵了起来，该遮羞的板子也都给你重新加上，还有一些小细节和变形方式的改变，让大比例的这一款人形站在那里就像从动画片里边走出来的一样。但是作为合体金刚，使用了这种大块的作弊式的合体零件来让它最终完成一个合体效果，其实我个人来说真的挺反感这样的操作的，也是挺无奈的。现在可能碍于技术的限制吧，你想要做到一体变形、一体收纳这些合体的零件，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也只是在美型上面的妥协吧。所以也是为了兼顾3形态的美型，现在的第三方基本上都会使用这种其他配件合体的概念啊，这个也是目前的技术所无法突破的壁垒。但是单体如果它不是一个合体的玩具，每一个素质确实做的也是足够高的，这款袭击也不例外。所以就以单体袭击来说，这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玩具，而且是目前市面上还原度最高的产品啊！不论是从身上的雕琢、涂装细节，各个方面的零件运用，变形难度也是在完全接受的范围之内。虽然有很多的叠纸箱子、包片片的设计，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人形和车型都是极好的。那么得嘞，魔方的这款放大版的混天豹袭击就是这样了。